见过自恋的人吗？见过暗黑共情者吗？那是一群具有强烈自恋和自我膨胀特征的人，他们也对别人的赞赏和关注有强烈需求。那些人也被称为自恋攻击者、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的行为类型，可能受到环境因素影响，比如过度的父母溺爱或童年虐待。另一方面，暗黑共情者往往比自恋的人更能感知他人感受，不过他们也同样会操纵别人，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的特点，但并不一样，要区别开来相当困难，除非深入研究他们的行为模式和他们真诚的能力。他们都喜欢掌控一切，那么如果他们遇见了彼此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冲突？还是会成为最好的朋友？让我们来看看吧。一，可能会诞生一个权力二人组。自恋者会与暗黑共情者能相处在一起吗？大多数时候，答案是否定的。自恋者和暗黑共情者都有支配性的性格，并且依赖他人来执行他们的命令，所以认为他们能成为朋友的想法听起来完全荒谬。但是，尽管自恋者和暗黑共情者最有可能发生冲突，但有时他们可能成为最好的朋友，这是因为暗黑共情者有高水平的认知移情能力，他们对别人的感受非常敏感，通常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因此，暗黑共情者可以识别出自恋者的骄傲浮华，然后和他们做朋友，以便在未来可以利用他们。当他们组队的时候，他们的团队画像是有操控欲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且有超凡的个人魅力，这对于毫无戒心的人来说是相当危险的。二，控制权之争。自恋的人和暗黑共情者都会强烈要求为自己夺取他们想要的一切，他们被领导地位所吸引，而其他人通常会很自然地屈服于他们的欲望。以避免在双方之间激起怒火，自恋的人是最有可能不顾一切随心所欲的人，这是因为他们往往缺乏同理心，而且非常傲慢。暗黑共情者可能也相当顽固，但因为他们能判断别人的情绪，他们更有可能退让，以寻找其他方法来得到他们想要的。当这两种人在一起时，自恋的人似乎更占优势，但暗黑共情者更有可能是幕后操手。三，一派谎言。该怎么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话？很难。自恋者和暗黑共情者在撒谎的艺术上磨练出他们的才能。自恋者需要别人的赞赏，这可能会让他们吹嘘自己虚假的成就，而暗黑共情者的操控性人格可能会让他们撒谎，显得富有同情心。他们认为说谎是实现欲望的一种方法，所以他们会继续这样做，而不会有负罪感。所以当这两种人见面时，他们可能会一个接一个的说谎，只是为了显得比另一个好。四，操纵是他们的武器。谁更狡猾？自恋者和暗黑共情者在操纵中撒谎并不陌生，罪恶感缺失和对权力的渴望使他们成为操控者。当一个自恋者和一个暗黑共情者相遇时，他们可能会立即尝试通过消极的攻击手段来贬低对方，这可能意味着吹嘘他们自己的胜利，并试图贬低对方的成就。他们也有可能在幕后通过八卦、背后重伤和指责对方来给对方制造麻烦。五，他们会让对方紧张。自恋的人和暗黑共情者有多相似呢？他们确实有很多相似的特质，比如他们都自恋，控制欲强，渴望权力。主要的区别是，暗黑共情者更能理解他人的感受，而自恋者不怎么考虑其他人，他们只是想一直追求完美。但除此之外，因为他们的性格非常互相反映对方，他们可能会因为很难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意愿而感到恼火。他们持续不断地争夺权力的战斗会使他们疲惫不堪，并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挫折。他们已经习惯了快速前进，所以这个新发现的障碍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存在受到了伤害。六，他们会用魅力摆脱困境。自恋的人通常很容易被共情所吸引，这是因为自恋的人想要一个能不断赞美他们的人，而共情者，或者至少是完全共情者，心中有足够的耐心和同情心来继续给予他人。他们很般配，但只适合自恋的人，这是因为这种类型的关系会很快变得有毒，特别是对于善良、
全面共情的暗黑共情者，自恋的人也很有魅力，只是他们利用这种特性来引诱其他人进入他们的陷阱。当他们相遇时，他们会表现出自信的迹象，并试图将对方吸引到自己身边，但他们都在玩同一个游戏。自恋的人可能会发现，要操纵他们需要付出更多，而暗黑共情者会防止他们，只是为了以备后患。7. 他们不会忘记彼此的错误。自恋的人和暗黑共情者都会记仇，因为这是他们保持控制的关键。比如，当他们注意到自己在争论中失败时，他们会迅速地说出别人的错误，来给自己力量。自恋的人缺乏耐心和对他人的考虑，所以有时当他们做错事时，可能会直接和别人打架。他们不喜欢被置于一个使他们服从的位置。另一方面，暗黑共情者往往是恶意的。他们可以很灵活，选择不立即开始争论，但他们会记住每一个错误，所以当他们相遇时，他们可能已经记下对方的动作，并想出一个策略来控制对方。你觉得你遇到过自恋的人或暗黑共情者吗？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们，一定要点赞、订阅，并与那些可能从中受益的人分享，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